土象的金牛啊，往往能在任何一段感情当中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呢，他们总是能够全身而退。所以我常常说啊，我们金牛的感情是可以热情似火，也可以冷若冰霜。因为感情当中，一旦他们看不到未来哦，随时都会抽身。因为在我们金牛看来，任何的付出都需要有相应的回报，没有意义的付出就是浪费感情、浪费时间嘛。而且一旦钻入了这个牛角尖啊，我们金牛就很难走出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极其的固执，开始不断的去权衡利弊所以我们的金牛啊，放弃一段感情不是因为他真的不爱了，而是因为理性的这种大脑让我们金牛不得不去放手。而且一旦放手，这个就决定是我们的金牛经过了深思熟虑，他是不会回头，也不会允许对方回头的。其实权衡利弊并不是我们金牛的错，因为感情一定是我觉得要基于一个互相的帮助，才能有婚姻和家庭，一定要是双向奔赴才会更加有意义。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金牛这段感情的一个状况啊。首先呢，我们这边出现的第一张牌是一个圣杯四的逆位，我能够感觉到金牛最近的一个感情不是很稳定，也没有很平衡，因为是逆位牌嘛，说明这段感情是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容易会被比如说身边其他人的这个话语所蒙蔽。那我们金牛可能还没有看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内心就会觉得有点受伤，会将自己就是封闭起来，保护起来不愿意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甚至会导致你们两个人可能就真的经常会出现冷战的情况。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本身呢，我觉得基础就不是很牢固没有一定的这种感情基础，那又是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可能并没有太多见过面，现实生活中也不太有足够的互动。那这感情里面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双方去想象出来的，我们给对方加了很多的滤镜，给他一个比如说附加分或者附加值，实际上对方可能没有我们心中想的那么优秀。那别人可能添油加醋的一些话、一些引导，就容易让我们有一些明白对方的本质，打破了我们的幻想。所以金牛会感觉到有点茫然，也会觉得就是有点不知所措。那来看看对方这边的情况他这边呢是一个宝剑五，那么很明显最近对方是有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挫折感，可能是工作上面遇到了一些问题不怎么顺利，或者在感情上面，我们金牛也是有慢慢的疏远，两个人的关系和交流都不像之前那么频繁了。再加上别人的流言蜚语对金牛产生了一些误会，所以对方呢会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就觉得你金牛怎么老是这么蛮不讲理、无理取闹不能理解和体贴我就导致双方争论不断或许对方冷静下来之后呢，也会觉得自己最近的这些不顺意消极的情绪有被自己有意无意的就是发泄到了我们金牛的身上，他也会觉得后悔，说要么就休战吧，想要去和好，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做，好像是不太愿意去做出妥协。所以这样的态度就让我们金牛开始怀疑感情的真实性怀疑对方曾经的承诺是不是只是一个欺骗。可能一些负面的这种能量和情绪都会掺杂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随时都会爆发出来。所以说这段感情看起来还不是太乐观，也不太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金牛这边对待这个感情的一个态度和想法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两张牌是权杖女皇的逆位和隐士的逆位其实我觉得说明了我们金牛已经受了伤，然后但是你们耳根子又很软，就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特别是心态上，可能别人说什么你就很容易就信了。那权杖皇后的逆位说明这段感情呢，我们金牛是有点失去了信心，对之前感觉到对方的心意自己想要的这种东西都产生了怀疑，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不是真的，或者没有办法达成，也觉得自己之前的一些经历是不是有点虚假，是自己脑补过来的一场恋爱而已。而且呢，我觉得这边也能够明显的看得到，就是你们这段关系所要面临的阻碍是来自于长辈、朋友等等或者说你们这段关系可能只是随便说一说，也不被周围人看好。但是呢，我们金牛有把这些话当真所以觉得非常的受伤和挫败。包括我们这边这个隐士的逆位，也是能看到金牛的敏感和失落。你们可能就是会因为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变得很焦虑。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金牛的本性，金牛本来是一个比较沉稳的、稳定的一个性格，不会因为别人的几句话就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就是再沉稳的金牛也会开始就是有犹豫和怀疑，
一方面可能真的是因为泼冷水的人太多了，另一方面呢，就是这段感情它确实是存在一些蛛丝马迹的，让金牛就是忍不住的去怀疑。所以这段关系现在来看很不乐观，金牛内心也没有安全感。那么对方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星币五和圣杯侍从。那这2张牌，我觉得，也是代表就是对方他可能最近呢会比较的忙碌，到处都在奔波比如说他可能刚换了家呀，或者刚换了工作啊，因为对方他太忙碌了，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嘛。那我们金牛又会觉得心里不踏实了，好像跟对方没有稳定的未来，或者说，因为对方现在这么忙碌，忽视了金牛，或者直接就断联了，就导致这段感情当中金牛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也是会难怪他有的时候在这段感情当中有一点唱反调。那我们对方呢，我觉得看上去他是稍微有一点自私的人他并没有把这段关系真正的纳入到他未来的人生规划当中。从这个圣杯的侍从就能够看到我觉得对方他起码还算靠谱，也不会有什么坏心思。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一个默默工作的能人的形象，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很踏实、很靠谱的。但是为什么在这边他好像看起来不想要跟我们金牛有一个长远的未来呢？他在感情方面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很多的要求的，他会觉得我说的再好也不如我做得好嘛。所以呢，如果我现在做不到的话，那我就索性先不要说。其实不是因为对方不喜欢，而是因为他现在会觉得2个人没有必要去把很多事情讲得那么清楚，去谈及未来，也没有必要去着急承诺什么。但是对方的这种不表示，这种沉默，反而呢就是让我们的金牛这边很没有安全感，2个人之间是缺乏沟通的。那这样一个情况也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的把这个问题说开，导致这个感情出现了不稳定，摇摇欲坠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双方的这个发展首先在我们金牛这边呢，出现的第1张牌就是一个圣杯10的逆位。那我也能看到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你们的关系会有点僵持，没有人去主动说做一个让步，2个人的沟通是存在问题的，都好像假装看不到一样，不去解决问题，然后呢也没有很真正的就是真心的深入的去进行沟通交流，就会导致2个人出现一些不愉快嘛，甚至是争吵冷战。那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确实也不太能够有见面的机会，甚至就像我刚刚讲的已经断联了。那包括我们这边的这个愚人的逆位牌也是暗示着我们金牛会再次感到失落，可能你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那对方的这种付出和行动都达不到自己的一个期待，没有说去给双方的未来做一个规划，给我们金牛一个承诺，甚至金牛在这段感情当中就是默默的被折磨着不管这个热情还是真正的这种感情都在不断减少。那圣杯6也是暗示着我们金牛现在这段感情的回忆中没有办法去自拔，是一种非常多愁善感的心态和状态那如果我们金牛还想往好的方面去发展的话，就要学会给自己一些安全感把自己真实的感受放在第1位。如果感到疲倦或者痛苦，那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充充电，去休息一下，之后再来重新规划2个人的未来和感情的走向。好，最后来看一下对方首先对方出现第1张牌是一个正义的逆位，那这张逆位牌可以说就是对方他的状态会比较的被动，可能不想面对自己的感情，会选择用大量的工作，包括跟朋友的去社交，来让自己忙碌起来，分散注意力，而不是去更加的用心来关怀我们的金牛。所以呢2个人可以说就处在一个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的僵局当中那对2个人的这种感情现在困境当中呢，其实对方是非常清楚这个事实的，但是他不行动。其实从这个圣杯2的逆位就可以看出来，2个人之间这个感情是真正的出现了隔阂。就像我们盘面上的这个2个人虽然说他们是在交换着手里的这个杯子，但是交流的话题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触及到对方的内心。我们金牛仍然会选择封闭自己的内心，你也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信任对方了，就很想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再受伤。所以对方他暂时没有办法来
唤起我们金牛的情绪和情感。最后这个宝剑六就会暗示这个情况呢，在未来会有一个转机，一个好转，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状态，对方可能会行动起来挽留金牛和我们这段感情，但是能不能挽留得住呢，还是要看对方的态度就像这个牌面上一样，6把剑都是直接插在这个小船上的，说明这个小船随时都有沉下去的危险，而且呢，这些剑也不是可以轻易拔除的，因为可能一旦拔开来，小船就要沉下去，也就反映出来你们2个人之间感情这个问题它不是能够轻易解决的，可能有的时候是要自己去学着适应和改变，然后呢，再抱有这么一丝丝的希望。